大家好，通常在我拿到现金版的影片之后啊，这个时间点我应该已经发了5-6部影片。那今天为何没有呢？因为今天我把第一部影片做完之后，我就出门不在家了。那也是到差不多晚上7-8点才回到家了。那我回到家之后，就赶快把史实任务解一解，看一下史实任务到底需要什么资源，那它的流程到底是如何。那目前遇到的是第一个关卡。重点是官方给我们的现行版里面完全没有开放 DX 包让我们买，所以你现在看的是完全没有 D 叉包的。重点是官方真的很智障哦，他在最后面的任务啊放了危险室，我们现行版要怎么去打危险室啊？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也拿不到全满的马面雷神跟 T3 的星爵。这样我们要怎么去测试 T3 的星爵跟马面雷神？真的觉得很奇怪哦，官方做事做一半的，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好啦，那目前第一个任务就是过3次的那个次元任务哦，就结束了。那接下来是第二个任务，一样也是过次元任务啊，而且这次是过10次。我把这个整套流程哦全部过完，大概花了1个小时。所以说，其实这次的史诗任务，只要你有水晶，你够资源的话，其实是不太会卡关的。应该是可以1天就可以把它给全部解完，不像之前可能会卡2-3天啊、3-4天左右的。但相对来说，你真的要快的话，就是一定要花水晶的啦。因为有些，比如说像时间线好了，它就是一定要用水晶去补充它的次数，你才可以去过时间线。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没有。还有就是你要有足够的体力去刷它的那个任务道具。那现在遇到的是第一个时间线的任务。还好的是这次的时间线啊，有角色可以有玩家可以让我去刷啦，不然可能连时间线也会卡住。那现在就是时间线过完了嘛，现在是星爵4星，星爵4星呢基本上是很好，可以比较简单可以去达成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史诗任务啊，比较适合老玩家，新手的话比较不适合，因为加上说他解锁的角色，也不是说目前来看呢、感觉没有那么的必要，不像秦格雷那么的必要，所以这次的史诗任务啊，我觉得你要么就慢慢解，要么就先搁着吧，除非说你很想要拿到马面雷神，那你那个角斗士真的感觉是还好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需要道具的关卡，那很快就结束了，蛮好达成的啦。那至于那个星星的身体的话，其实大概是每2-3个任务就会有一个20个身体，所以等到你全部任务解完啊，我不知道身体够不够。如果以万磁王的经验来说，如果你是用那个身体券升上去的话，其实你全部史诗任务解完，你应该也可以把你的装备都加满，加到加20了。那剩下的就是多拿的任务道具。那因为它第二个server没有开放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这次DX 包可以拿到什么道具。那目前这个的话，就是要过它这次的史诗任务的关卡。我就把那些要过关卡的片段都直接拿掉了啦，就直接看达成的部分就可以了。也是顺便给大家看一下需要哪些道具跟需要哪些角色。那现在这个是需要4星的涅布拉，那这个的话一样也是过它的关卡，不是，是过那个需要的任务道具。那目前这个是第一次的暗防物质，2颗方形的防物质。那因为先行版的它给我们的防物质非常少，所以后面的部分呢、我几乎都是直接用水晶给它过去了。但如果你是正式版，那我是不建议这么做啦，因为防物质真的蛮贵的哦，它的那个水晶要花蛮多的，所以就是你有足够的暗物质啊，你再去过这个的史诗任务会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是耗费200万的金币，其实200万金币很好花啦，你只要去合成那些侮辱，你只要去合成侮辱哦，很快就可以达成200万。就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子，有没有？直接给他按全部强化，就花了500多万了，那200万的任务就达成了。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的话就是星爵6星。那星爵6星的话，它给你的奖励是4星的马面雷神。那再来这个的话是过4次的那个史诗任务的关卡啦。那这边的部分的话，因为第一次的关卡已经过了嘛，所以就直接用刷的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奖励就是20个涅布拉的身体。那之后就是要有6星的涅布拉。老玩家的话，其实涅布拉应该都有了啦。那现在这个就是你要有 T2 的星爵，这次的史诗任务真的是绑定星爵，所以你一定要有星爵这个角色，而且要有一定的练度啦，60级就可以了，不用70级。因为它后面的奖励啊，就是会送你把你的星爵升到62级、64级、66级、68级跟70级。那如果你已经升上去的玩家，他就是会那个还你星爵的身体跟暗物质，但他给你的东西是不成比例的，他也没有还你金币。因为就我们知道，你要升这些等级啊，花费的金币不止这样子。那我觉得他这次的史诗任务最花费时间就是时间线的部分呢。前面的话是算参与哦，那后面的部分就是你要有胜利哦，而且是胜利10次才可以解这些任务。所以你真的要1天之内把这些任务全部解完，你一定要花水晶去补时间线的那个次数。那现在这边的话就是过，它也是需要任务道具啦，那就是1000个碎片跟那个500个那个北欧符石。那再来这边的话，就是过那个黑鹰的任务了，过5次。那一样，我就是把它给剪掉。反正就是第一次你一定要花时间进去过那个关卡啦，然后得到3颗星的那个成就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过关卷把它过掉了。那再来的话，就是要到那个收集任务的关卡了。这个好像是黑鹰的项链。那其实你也可以用立即完成的，但立即完成一定要花费水晶。那这边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过关之后会掉落的道具啦，而且它掉落的那个次数啊，真的还蛮少的，所以我前面才会讲啊，我前面才会说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能量来去刷这些关卡。所以你真的要求快啊，你就是只能花水晶去补充你的能量。那接下来我是把快转。那在刷了几次之后，我终于凑满了这些它的任务道具了。就直接按完成。那再来这边呢，就是要有5颗的暗物质，而且这个是3阶的暗物质啊。如果你直接用水晶的话，真的还蛮贵的哦。大概它的比例是1颗要800水晶，所以我是真的建议要有足够的暗物质，你再来解这些东西啊，不然它的暗物质真的很贵。那些它跟水晶的比例不成正比。那这个是4星的葛摩拉，也是很好达成的。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过8次的任务关卡，过8次的那个这个什么菲拉的关卡哦。那一样就是我们直接用过关卷过掉就可以了。那再来就是直接拿到5星的马面雷神了。那这边的话就已经换到那个星星的任务了。星星头盔真的不好刷。前面不知道为何啊，我卡到音哦，我刷那个等级15的次元任务啊，它掉落的次数非常的少，所以后来我去刷等级1的那个任务啊，因为我想说，在你没有热血的情况下，你等级1的次元任务花费的体力是6，那等级15花费的体力是12，想说哦，反正我
比如说我刷15次等级15的任务，我刷一次就可以，应该是说我花费的体力就可以刷等级1的次元任务了，那我不如去刷等级1的。但后来再去测试啊，真的你要刷等级15的啊，它的掉落次数真的比较高了，所以不要想说等级1的花费的体力比较少，但实际上它光那个掉落率啊，你去刷等级15的真的会比较划算，你花费的体力也会比较少。你要直接买的话也是可以啦，它的那个比例的话，目前你以这个等级1来说，它的比例是算一下30水晶，那后面的话就是一个道具就是45水晶，那你们就去换算。如果说你真的很非洲的话，你花费的那个能量啊，因为毕竟补一次能量就是要100水晶的，那看你的 VIP 啦。如果是正常来讲没有 VIP 的玩家，他的体力是120的话，你去刷等级15的次元任务啊，你就是如果以没有热血的情况下，你只能刷10次。那10次，如果你没有拿超过3个道具以上啊，那用买的会比较划算。因为如果你只刷到2个道具啊，那道具的价值就是90水晶嘛。那你用100水晶去补这些能量，你还算亏啊。除非说，因为你刷次元任务的话，它还会有相对应的掉落的其他的道具，比如说特装卡片啊，跟侮辱制服像这些啦。所以你时间够的话，其实用刷的会比较划算。那我刷到后面哦，终于达成了这个任务道具星星头盔哦。那接下来就直接点完成任务。那这个的话，一样就是要凑集星星的头盔，那就是800的羽毛跟800的麦奎安水晶。那在以现在的上限是6000的羽毛跟水晶的情况下，我是建议在改版前，你都把你的水晶跟你的羽毛啊，都把它凑满，凑到6000。那这样你去解这个实施任务，你的这些道具羽毛跟水晶绝对足够。那这个的话就是刷8次的黑鹰任务了啦。那就直接给它点下去了。那这边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个6星的葛摩拉，那给我们的任务奖励就是62级的星爵。那因为我的星爵我已经把它升到70级了，所以它就是还我200个身体跟150个反物质啊。如果你以深潜力的需求道具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划算哦。所以那些目前已经把星爵升到70级的人，真的是亏很大。但没办法，我们就是笨，我们的这些我们的就是完完全全的被内蒙部给话语霸权了，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被他们玩弄啊，很可怜啊，被绑定一个星爵。那我这边我就直接把它剪掉。在这关卡已经拿到3星了，那剩下就是直接用过关卷把它给过掉了。那就是拿到50级的马面雷神了。那再来就是10次的时间线胜利，我是觉得这个比较严苛一点啊，因为啊时间线的牛鬼蛇神真的太多了哦，所以我是建议你解这个任务的时候，你就去挑那些就是不要刷分啊，因为你越刷越强，你就是时间线一进去就是打那个对手就对了，就拿低分也没关系啊，毕竟我们要过的就是这个任务。那它的奖励就是64级的星爵，一样就是还我身体跟暗物质，不划算，非常不划算。这个的话。接下来就是掉落道具的地狱了，非常非常难掉啊，超级难掉的。那你以直接买的比例来讲啊，就是像我讲的一样，45水晶，40个道具就是1800水晶。如果你时间宝贵啊，然后你1秒钟几十万上下的玩家，你是那种真的是1秒钟几十万上下的玩家，你就直接用水晶给它过掉了，不然你要用次元任务这样慢慢过会很久，因为你还会卡到说。你的身上的道具太多啊，你要一边清这些道具，然后要一边去过这些拿这些
道具啦，然后你要去清你身上的卡片啊、特装啊、同位啊，会花超级多的时间。基本上你这个一条龙史诗任务下来啊，你就是卡在卖道具啊跟时间线是最花时间的。反正后来我就不管了啦，直接过次元任务15哦。真的像前面讲的等级15的次元任务啊，它掉落道具的那个几率真的会比较高啦。所以这个就一次掉4个，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也是掉4个，然后就达成这些奖励了。那它的任务奖励就是20个黑鹰身体。那接下来的它这个任务需求是你需要有5星的黑鹰，那达成的话一样就是把我们的星爵给做升级嘛。那如果你星爵已经满70级的啊，它就是退还你，一样是退还你身体跟反物质。那接下来这边的话就是只要要领取次元任务的右下角那个奖励，那就直接过一次的任务了啊。那它奖励就是给你200的羽毛，那如果你有买低叉包的话，就是给你150的水晶。那接下来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要凑这些，你要有1200的羽毛跟1200的麦奎安水晶啊。那因为先行版的这些道具都不够，所以我就直接给他用水晶给他下去了，不用省了，反正官方给我10几万的水晶，很奇怪，角色都没有满哦，那给我水晶那么多，可能他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结果了吧？但你既然预料到这个结果的话，你为何不要给我满等的马面雷神跟 T3 的星爵呢？真的做事做一半的。那接下来这边的任务需求就是要有4星的制裁者，那它的奖励就是好像66级的星爵了，那一样是退还你水晶，退还你星爵的身体跟含物质了。那再来这个任务就是你要做合成5次的同位素哦，所以改版当天呢，你真的要身上要留那个已经加5的同位素了，那你就是大概10颗嘛，那你就是可以合5次，合5次的话，这个任务就完成了。不然你再慢慢合哦，真的也是蛮花时间的。那我们达成的话是送我一颗大颗的暗黑反物质哦。那在这边的话，一样就是他送你一颗大颗的暗黑反物质，但他却需要2颗暗黑反物质。那我一样就是用水晶给他下去了。我真的没想到这次的史诗任务，它的那个小原生地图角是马面雷神，所以是马面雷神的故事，又伴随着星际义工队这样子啦。那它任务需求很简单哦，就是强化10次的特装就可以了。那在这边的话，一样就是大家骂最凶的，要8本的爆破术，8本，等于是说齁。它任务是你一定要把星爵给升到 T3， 那它的任务的需求道具就是打8折，就 T3 的那个所需要的道具资源啊打8折。但如果你直接买的话，它的比例是1比1100水晶，比你在研究室买的还便宜啊。因为研究室的爆破那个泰坦书啊，1本要6500水晶。那如果你是在10次任务直接达成的话，它是1100水晶啊，比较便宜一点。那接下来这个的话就是过10次的20战警的宇宙20战警的关卡了，真的蛮坑的啊！这次这个，所以我才说这次新的10次任务真的是比较适合老手啊。唉，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把星爵给 T3 呢？真搞不懂。那这个就是需要暗黑反物质的最终极的关卡了，要3颗最大颗的水滴型的暗黑反物质了。那我一样就是用水晶直接过。
那再来它的任务需求，这边任务需求就是要6星的那个制裁者，那相对应的就是奖励就是70级的星爵了。那如果你已经有70级的星爵，它是给你300个星爵身体跟1150个暗黑反物质，非常不划算啊！因为68级升到70级啊，我们要花费的身体好像要2000多个，超坑的好不好？那接下来这边的话，它的奖励是给你一只6星的马面雷神，那相对来说我们就是要过时间线。那么时间线5次的任务达成之后，我们就会拿到6星的马面雷神了。那接下来这边的话，是第2坑的银色冲浪手的冲浪榜。那这边的话是要去次元任务去取得它这个掉落道具，那比例的话一样是1:45，大概就是它的这个道具的比例的极限了，就是一个道具是45水晶，也是不好掉啦。那也是要刷次元任务15会比较好掉，真的是非常花体力啊！它的体力的那个耗费真的是巨大的。那过完这个之后，接下来是最坑的地方。那在这边的话，就是要去过那个他史诗的一个任务啦，就是银色冲浪手的关卡了，过2次就可以了。那他这个关卡就是他的那个拉菲也一样会是乱入的啦，所以拉菲他也算是半月卡角。那过完之后啊，拿到3星的成就啊，剩下就是用过关卷直接刷一刷了。那它的奖励就是100个泰坦名剑包。那在这边就是第2坑的640个魔方，一样就是星爵需要的魔方啊，身体3 800魔方啊，它一样给你打8折，所以是640，超级坑。那它的奖励就是给你10个拉菲的身体。然后这个的任务需求就是需要3星的拉菲啦。如果你是5氪玩家的话，差不多这边就开始卡了，除非说你有普通的2星升阶券跟3星升阶券，不然你这边一定会开始卡。这边就是最终会卡的地方，危险室。很好，我们先行版根本没办法打危险室啊，因为你不可能说先行版的这些明星俱乐部创造者还是明星创造者俱乐部的玩家，不可能同时6个人去刷这个危险室，而且他会给我当掉。我真的觉得官方这超级愚蠢的啊，事情做一半的，蛮傻眼的哦。当你刷到危险室的任务的时候，你差不多已经快结束了啦，就接下来就大概剩下5个任务而已。应该有其中1个任务是给你 T3 的星爵了吧？因为毕竟我们的资源都已经花费了。那还有的话，应该就是剩6星的马面雷神，跟剩下的话我就看不到了，因为我们就卡在危险室。要想知道后续的话，真的只能等正式版而已哦。我真的是傻爆眼。好，那这一步就是史诗任务89%任务达成的影片，因为我过到危险室就是已经过完89%，剩下5个关卡，5个任务就是剩下11%了。那至于其他的就是只能在正式版才会知道需要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就谢谢各位观看，我下一步只能做 T2 的星爵而已，我大概会做 PVE。跟 PVP 版本的星爵啊，因为 PVP 的话，这次就可以做测试了，因为时间线有玩家可以让我们去刷，所以我就是会分2个配置的星爵来去做测试，看看它这个新制服到底是怎么样。好，谢谢各位收看，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及点小铃铛，我是修剑花岛，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你干什么要拍照？爸爸，你干什么要拍照？拍你唱歌啊！你要不要再唱一次？